想必各位已经知道，这是我第5年在法国生活了。在法国居住毕竟是和台湾非常的不一样，尤其是需要适应环境和文化等等。所以今天这期影片就要和大家分享，这次法国改变了我哪些台湾习惯呢？让我一踏上法国土地，就将这些习惯留在了家乡。Salut， c'est Cynthia 大鸟。若您第一次点进来，这个频道主要是由法式生活迈入第5年的台湾穷书生和法国的2、3事。若您对这类主题有兴趣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每周就不会错过新影片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在法国，我会习惯早上或是出门前才会洗澡，而在台湾则是到晚上或是睡前洗澡。甚至在法国也不太会每天都洗澡，尤其在冬天，皮肤科医生都会建议说，尽量不要每天洗澡，避免会有一些皮肤病。应该也是这个原因，法国人基本上都不太会洗澡，所以像是香水或是带有香味的止汗剂也非常的普遍。因为气候干燥的原因，也不太会出汗，也不会觉得特别脏，所以我最高纪录有1周才洗1次澡的情况。大家应该很难想象我在台湾可是需要每天洗头，因为我出门前都不用洗头，就直接有油头造型。像之前有提及到，法国干燥的气候并不适用洗面乳等洁面商品，因为容易生成痘痘，所以在法国我都使用清水或是用肥皂洗脸。在台湾那么湿润的环境下，我每天都至少需要使用洗面乳洗个2、3次的脸。但法国人非常不习惯撑伞，除非下大雨，不然是一件防水外套就能搞定。当然他们也没有在意酸雨不酸雨的问题，就更不用说了，夏天像是台湾非常的厌恶毒辣的太阳，都会撑个阳伞。在法国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情形，尤其法国女人比较追求健康的肤色，所谓的小麦色或是古铜色肌肤，所以她们平常非常享受日光浴。之前在台湾还会特别穿上防晒的长袖衣物，或是撑个阳伞的习惯，都被我留在台湾了。因为冬天这边天气常常会接近0度，若有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在外面躺一排。身为台湾人，可能对于街边琳琅满目的早餐店没有感觉，毕竟那也是我们美食文化的一部分。尤其从小到大，家里的人都说了，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餐，一定要吃早餐才可以去上学，可以去上班。所以早餐店跟吃早餐这件事情，在台湾是非常普遍、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文化。应该说，在法国好像很少听到有人会特别去吃个早餐。当然，也是有像之前提到说，他们可能会路上在面包店不论卷买了一下，就是吃个巧克力面包、棒球果啦或可颂，然后配个浓缩咖啡，就当个早餐。如果没有吃也没关系，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吃到。我自己的话是早上如果有课的话，我才会稍微吃个东西，像是吃个2片吐司这样子，比较方便快速。我师傅会说我都是睡到最后一刻。当然，如果早上没有课的话，就是直接睡到中午，直接实施168断食法。各位也没有说就是了。不晓得各位家里是不是也是一样？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家人都会说每天至少有1餐需要吃到米饭。但是在法国真的比较少接触到白饭这件事情，他们通常都是以面食或是马铃薯为主。像是意大利面就非常的便宜，1公斤大概只要1欧元，这是穷书生省钱一招啊！所以我在法国很常吃意大利面当做一餐，就直接从米食文化变成面食文化。通常台湾人的晚餐大概是在5到7点中间吃，而法国只是7到9点，就是这个跨了一个时辰。这时候您可能会觉得说，这样难道都不会饿吗？当然会饿啊！所以我通常都会吃点零食啊、小东西啊，或是可能下午茶，在下午的时候，所以一直瘦不下来。相信没有个台湾人可以接受食物放过夜的，因为台湾湿热的环境，食物容易发霉。若没有把厨余桶的盖子盖好，掩盖住气味，想必很快就会变成蟑螂和蚂蚁的想念。而法国在夏天大概只有鬼会满天飞，当然包含1年4季都有的蜘蛛的蚊子，尤其现在的蚊子非常的厉害，在室温大概只有个位数的气温下，竟然还可以扰得我半夜都睡不好觉。尤其就算食物留着，想说隔天再吃，就算不用保鲜膜或者是铝箔纸盖住，也不冰冰箱，还是不会长蚂蚁，也不会长蟑螂，也不会发霉。说到这里，您是否觉得没有蟑螂蚂蚁的法国是人间净土呢？我再重述一次，本集重点有4。第一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很懒才不每天洗澡，就算洗澡也是要白天或出门才洗。第二，伞在法国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，因为雨天可以用外套遮，晴天可以晒日光浴。第三，基本上没有习惯一定要吃早餐，晚餐也是等到8、9点才吃，也基本上看不太到饭。第四，食物就算放过夜也没关系，基本上看不到蟑螂跟蚂蚁。最后偷偷告诉你，虽然许多台湾习惯被改变，但还是保有台湾人的本质。若你好奇在法国哪些地方可以发现台湾人的踪影，敬请期待之后的影片内容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。若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欢迎按赞分享。若您有任何疑问、心得或建议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Salut。